就在刚刚，海事局公布了新加坡蝉联13届全球航运中心。新加坡港口最厉害的地方，不只是巨大的吞吐量，而是全球贸易一旦少了它，很多航线、货流和成本都会立刻出问题。连续13届全球航运中心，不是奖杯摆着好看，而是全世界船公司、货主和资本一次又一次把关键的一票投给了新加坡。问题是，这个国家土地不大，人工也不便宜，周边还有一圈强劲对手，它凭什么让全球供应链这么放心？今天我们就从基建的角度来看看新加坡港口背后到底有哪些顶级基建，强到让世界很难绕开它。如果你把新加坡港口理解成一个装货卸货的地方，你会低估它。对新加坡这种城市国家来说，港口不是加分项，而是生存线。原因很直接，国土小，资源少，内需有限，很多生活物资要靠进口，很多经济活动也要靠把世界各地的货、人、资本和服务接进来，再送出去。新加坡不是靠腹地吃饭，而是靠连接世界吃饭。港口的意义也远远不只是搬货柜，船一靠岸带来的还有船舶管理、融资、保险、仲裁、燃油补给、维修、仓储和再出口服务。也就是说，港口强，受益的不是一个码头，而是整套高附加值产业链。你在祖屋楼下买到稳定供应的进口食品，玉郎的工厂按时拿到原料，跨国企业愿意把区域总部放在这里，本质上都跟同一件事有关。新加坡有没有能力继续当那个最稳、最可信的节点？如果你住在新加坡，你最能感受到港口影响的是物价，工作机是物价，工作机会还是别的什么？先拆一个最常见的误区，新加坡港口强，当然跟地理位置有关，但如果答案只停在马六甲海峡，那等于只说对了一小半。地理位置只能解释为什么船会经过这里，解释不了为什么全球航运公司愿意长期把这里放进核心计划。真正拉开差距的是转运效率，很多集装箱并不是运到新加坡就结束了，他们是在这里重新分拨，接上东南亚、南亚和更广区域的支线网络。一艘跑亚洲到欧洲的大船，不可能每个小港都停，它更需要一个中枢港，把货快速拆分、重组，再接出去。这个中枢如果班次密、衔接稳、等待时间可控，整条航线的效率就会明显提升。对船公司来说，船停着不赚钱，跑起来才赚钱。港口每慢一点，背后拖累的就是燃油成本、船期安排、码头窗口和客户承诺。新加坡厉害就在这里，它不是单纯让船能靠岸，而是让船靠得上，转得快，接得住，出问题时还有替代空间。再往下就是网络效应，一个港口一旦聚集足够多的主航线、支线、货代、仓储和海事服务，它就会越来越像航空里的超级枢纽。你接入的越深，选择越多，大家越不愿意离开。后来者就算价格更低，也不一定能撬动，因为国际航运真正怕的不是码头费贵一点，而是不确定。一次转运失误可能让工厂停线，让货架缺货，让合同违约。跟这些损失比，便宜一点的港口费往往没那么重要。所以新加坡第一层护城河不是地图本身，而是它把地理优势做成了网络优势，再把网络优势做成了信任优势。讲到顶级基建，很多人先想到的是巨大的岸桥、整齐堆高的货柜、夜里灯火通明的码头，这些当然重要，但真正决定竞争力的不是画面震撼，而是系统能力。现代港口的竞争本质上是系统工程的竞争。船来了，先分配哪个泊位，靠泊之后哪几台岸桥先作业，卸下来的箱子进哪个堆场，哪些要转运，哪些要出闸，拖车怎么走，什么时候不能堵，下一班船什么时候接上。这不是单个设备强不强的问题，而是整套系统能不能把每一分钟都算进去。新加坡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使港，它的意义不只是新建了一个更大的港口，而是把分散港区逐步整合，把自动化、深水泊位、远程操作、堆场调度和未来扩容放进同一个框架里。为什么这件事重要？因为新加坡面对的是土地稀缺、人力成本高、运营强度大，而且港口还不能停。
你如果继续靠传统模式硬扛，效率很快就会碰天花板。自动化在这里不是炫技，而是现实选择。它能提升作业一致性，减少人为误差，也让夜间和高峰时段的调度更稳定。但自动化本身还不够，设备再先进，如果泊位安排乱，堆场配置乱，卡车衔接乱，最后一样会堵。新加坡真正强的地方是把设备、流程、数据和预案放进同一套系统里考虑。更关键的是，他建设港口时想的不是今天够不够用，而是10年后、20年后，船更大了，货更多了，航线更复杂了，这套系统还能不能扛住？所以很多港口看上去也有新设备，但客户未必真的放心。而新加坡给人的感觉是它不是一时快，而是长期稳。如果你想看我下一期专门拆大势港自动化系统，评论区打一句继续讲港口科技。如果前面2层讲的是为什么船愿意来，那最后一层讲的是为什么企业来了之后不想走。答案就在港口之外。新加坡最难复制的不只是码头，而是围绕港口长出来的整套海事生态。一个船东，一家货主，一个跨国物流企业，在这里不只是能靠港转运，还能找到融资、保险、法律、仲裁、燃油补给、船舶管理、维修、人才和区域总部支持。对企业来说，这种集中度非常值钱，因为它降低了协调成本，也降低了风险。很多地方也能建港口，但你让企业把关键航线、关键合同、关键争议处理、关键资金安排都放过去，他未必敢。真正贵的不是码头费，而是信任成本。新加坡为什么能把这套东西做起来？一方面是长期政策稳定，规则清楚，执行可预期；另一方面是他很早就把港口、贸易、金融、海事服务和人才培养看成同一个国家竞争力，而不是各做各的。结果就是港口效率不只停留在装卸层面，而是被放大成整个航运中心的吸引力。你可以花钱复制一部分硬件，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复制几十年累积下来的制度信誉、服务密度和国际网络。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长期被全球认可。它卖的不是一句我很强，而是一个更让人安心的判断。把关键业务放在这里，通常更稳。你觉得未来最难复制的是硬件码头，还是制度和服务生态？所以新加坡港口凭什么让全球信服？不是因为它天生幸运，也不是因为它把码头修得够壮观，而是因为它把3件事长期做稳了。用地理位置拿到入场券，用系统级基建把效率做成可兑现的能力，用完整海事生态把信任沉淀下来。说到底，全球最愿意买单的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被长期验证过的能力。对新加坡来说，这是会直接传导到贸易、物价、就业和国家竞争力。如果这期内容让你重新理解了新加坡港口，欢迎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也在评论区告诉我，下一期你想看新加坡机场、能源布局，还是大势港口和工业基建？